今天我们来聊聊两种常见的医学影像检查 CT 和核磁共振。许多人分不清它们的区别，尤其对辐射问题充满误解。CT 的辐射比较大，还是核磁共振的辐射比较大？哪个检查更伤身？相信很多人都会立刻回答 CT 辐射更大，也更伤身。但是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答案，其实隐藏着很多误区。事实真是如此吗？90%以上的人可能都想错了。现实中，医院里常出现类似场景，有时医生建议病人做 CT 检查，病人或家属却紧张不已，连连摇头不肯。他们认为 CT 辐射太大，照多了会致癌。有人甚至夸张地说，一次 CT 扫描的辐射相当于几百张 X 光片，做多了会让细胞突变成癌细胞。这些担忧让医生们哭笑不得，但也反映出大众对医学影像的误解之深。不少患者都曾向医生提出疑问， CT 辐射这么高，万一把人照出癌症怎么办？对此，放射科医生会耐心解释说，医疗检查中的辐射量其实远低于诱发癌症的门槛，只要在正当需要下使用，就不用过度恐慌。一些研究显示，轻微增加的风险只有在累积接受非常多次 CT 后才可能出现，而且即便如此，风险概率也是极低的。相反，如果因为害怕辐射拒绝检查，导致潜在疾病没能及早发现，后果可能更严重。其实，要回答谁辐射更大、更伤身，不妨先了解一下 CT 和核磁共振是如何诞生的。这其中有不少有趣的故事。时间回到1895年冬天，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实验室偶然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射线。他发现这种射线能穿透黑纸，在荧光屏上留下影像。伦琴用他为妻子的手掌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 X 光照片，清晰地看到他手指的骨骼和戒指。X 光的发现震惊了世界，也开启了医学影像学的新时代。人类首次能够不开刀就看到身体内部，这在当时被视为奇迹。伦琴将这种未知射线命名为 X 射线， X 代表未知。消息传开后，全球为之沸腾，报纸用大标题称它为透视眼。医生们欣喜若狂，幻想着用它检查骨折、体内的子弹伤。然而也有人担忧隐私，开玩笑说以后在太太面前都不敢洗澡，生怕被 X 光看个精光。可见这项发明在当时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和新奇。不过传统的 X 光照片是平面的，身体各层结构重叠在一张影像上，有时难以判读。直到20世纪70年代，科学家们才发明了让 X 光分层拍照的技术，也就是 CT。 第一台使用的 CT 扫描仪由英国工程师高弗里·呼豪斯菲尔德研制。他在1971年用 CT 成功为一名有脑肿瘤的患者做了扫描，得到清晰的脑部横切面图像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 CT 影像，轰动了医学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早期的 CT 设备非常原始。豪斯菲尔德的第一台 CT 机器扫描一个病人，头部竟花了几个小时，计算机重建图像又花了1周，得到的图像解析度还很粗糙。但这已足以证明可以用 X 光对人体进行虚拟切片成像。随着技术进步， CT 扫描的速度含清晰度突飞猛进，如今几秒钟就能扫完整个身体，影像细腻到连几毫米的小肿瘤都能被发现。CT 的出现让许多过去需要开刀探查的疾病有了非侵入性的诊断方法，可谓医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之一。豪斯菲尔德也因此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自此之后， CT 在全球医院迅速普及，成为医生们诊断疾病的火眼金睛。至于核磁共振成像，也就是 MRI 的诞生同样精彩。核磁共振原理原本应用在化学领域，用于分析物质分子结构。直到1973年，美国科学家劳特伯首次成功将核磁共振技术用于活体成像，在实验中得到了一只小老鼠体内结构的图像，引发轰动。随后英国科学家曼斯菲尔德改进了成像技术，大幅提高扫描速度和清晰度。1977年，世界上第一台全身核磁共振扫描仪成功为人体成像，证明这项技术可以安全应用于医学。经过80年代的发展， MRI 设备逐渐走入医院。2003年，劳特伯和曼斯菲尔德共同获得诺贝尔奖，
以表彰他们在 MRI 发明上的贡献。核磁共振技术在发展初期也曾遭遇质疑。刚问世时 ，MRI 成像速度慢，设备昂贵，有些医生不看好，认为它不可能取代 CT。然而很快 ，MRI 就在大脑和脊髓等领域展现了惊人的威力。例如，一些 CT 看不清的软组织病变 ，MRI 却能清晰呈现，尤其在脑部肿瘤、多发性硬化症等神经系统疾病诊断上。MRI 提供了过去无法取得的线索。随着磁体强度从早期的 0.1 特斯拉提升到如今常见的3特斯拉甚至更高， MRI 的图像解析度和扫描速度都大幅提高。如今的 MRI 已成为医院里不可或缺的影像利器，和 CT 共同构筑起现代医学影像诊断的支柱。了解了 CT 和 MRI 的由来，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，哪个辐射大？哪个对身体伤害更大？接下来我们从原理和用途上仔细比较一下。首先要澄清一个大误解，核磁共振虽然名字里带有核字，但它根本不涉及核辐射。核磁共振也就是 MRI 的成像原理，是利用强大的磁场和电磁波，让体内水分子的氢原子核发生共振，再捕捉信号转换成影像。这个过程不使用 X 射线，也不含放射性物质，因此没有任何电离辐射。简单来说，做核磁共振不会把身体照射出辐射来，对人体没有辐射伤害。这里提到一个关键概念，是电离辐射。所谓电离辐射，指能量高到可以电离原子，破坏生物体内 DNA 的射线，包括 X 射线、伽马射线等。CT 使用的正是电离辐射 X 光，所以需要考量辐射剂量。而核磁共振用的电磁波属于非电离辐射，能量不足以造成 DNA 损伤，在性质上跟我们日常接触的可见光、无线电波等相似，对生物体没有已知的累积伤害。因此 CT 和 MRI 在辐射上的最大差别就在于，一个有电离辐射，一个无电离辐射。许多人一看到核磁共振这个名称就联想到核弹和核辐射，事实上这完全是误会。核磁共振之所以带核字，指的是利用原子核自旋共振的原理，和核武器、核事故中的放射线毫无关系。当初这项技术在英文中原本叫做核磁共振成像，但由于大众对核字心存恐惧，后来国际上改称为磁共振成像。 MRII 只是在中文名称中仍保留了核字，才导致不少人误以为跟核辐射有关。此外，许多人还容易把核磁共振和核医学检查混为一谈，其实两者完全不同。核医学检查指的是 PET-CT、骨骼扫描等需要注射放射性药物的检查。例如 PET-CT 需要先注射微量放射性的示踪剂，再利用正电子射线成像，这类检查本身就带有辐射源，因此 PET-CT 的辐射剂量往往比普通 CT 更高，但它能提供组织代谢功能方面的资讯，是癌症诊断中不可或缺的工具。总之，核磁共振虽然名字里有核字，实际上并没有使用放射性物质，不能因名字相似就把它和核医学检查混淆。再来看看 CT 中文叫电脑断层扫描，原理是利用 X 光从各种角度穿过身体，再经电脑计算重建出横切面的影像。可以想象，曾用 X 光把人体像面包一样切成片来看内部构造。CT 确实使用了 X 射线，所以会产生辐射。那么 CT 的辐射有多大呢？一般情况下，次常规 CT 检查的剂量约几毫西弗，比如一张普通胸部 X 光片大约是 0.02 毫西弗的辐射，而一次胸部 CT 大约是几毫西弗，相当于10几甚至几十张 X 光片的剂量。某些复杂的多期增强 CT 剂量更高，可能相当于上百张 X 光。不过请注意，这些剂量仍然在安全范围内，更何况现代的 CT 设备能根据不同部位和体型调节 X 射线强度，以最小剂量获得足够清晰的图像。医生也会遵循能少就不多，能不用就不用的原则，不会让病人白白接受不必要的辐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随着技术进步，现代 CT 在降低辐射剂量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。例如，用于肺癌筛查的低剂量 CT， 每次扫描的辐射仅有常规 CT 的1/几，但已足够清楚地看见肺部的小结节。
能在高风险人群中早期发现肺癌病灶，大幅提高治疗成功率。可见，科技的发展让我们能用更小的代价换取更多的健康收益。我们其实每天都生活在各种天然辐射中，宇宙射线、土壤岩石的天然放射、空气中的氡气，都是自然界的辐射来源。一般人一年大约会受到几毫西弗的天然辐射剂量。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这些辐射量，我们可以打个比方，一根香蕉里含有微量的放射性钾。如果用吃香蕉来类比辐射剂量，那么拍一次胸部 X 光片的辐射量大约相当于连吃200根香蕉吸收的辐射。再比如，乘坐飞机长途旅行时，由于在高空受到较多宇宙射线，飞行几个小时下来也会累积一定剂量的辐射。一趟跨洋飞行，例如从亚洲飞往美洲，大约会受到 0.05 到 0.1 毫西弗的宇宙射线，相当于拍几张胸片。相比之下，一次常规 CT 可能相当于乘坐10几次跨洋航班累积的辐射量。听起来不少，但对于成年人的健康影响依然极低。对比之下，一次 CT 相当于1-2年左右的天然背景辐射量，并不会明显危害健康。国际上对医疗辐射有严格的安全控管，一般认为累积超过100毫西弗才会显著增加癌症风险，而偶尔做一次 CT 与这个数字还差得很远。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辐射就拒绝必要的检查。医生们一再强调，真正危险的不是那几毫西弗的辐射，而是该检查时却没检查，让小病被耽误成大病，甚至癌症。举个例子，一位长期吸烟的先生出现持续咳嗽，医生怀疑他的肺部出了问题，本来建议做胸部低剂量 CT 检查，以便早期发现细小的肺部结节。然而这位先生一听到要做 CT 就打了退堂鼓，死活不肯，嘴里嚷着辐射太大，绝对不能做 CT。他坚持只做辐射较小的胸部 X 光检查，结果 X 光片没有发现明显异常。他心想，反正 X 光正常就证明没事。哪料1年后，他的咳嗽不但加剧，还开始咳血。在去医院检查时， CT 发现肺部竟然长出了一个5公分的肿瘤，此时已是肺癌晚期，完全错过了早期将肿瘤切除的机会。反过来，如果本该做 MRI 却仅做了 CT， 也可能延误病情。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一位40多岁的女士反复出现头痛和短暂晕眩，医生怀疑脑内可能有微小病灶，建议她做脑部 MRI 进一步检查。然而这位女士觉得自己状况没那么严重，而且 MRI 检查费用贵，耗时又长，心想能省就省吧。于是她自作主张，只安排了价格较低、速度较快的头部 CT。结果 CT 显示一切正常，她便安心回家。岂料几个月后，她的头痛再次发作，而且更剧烈，还伴随恶心呕吐。这次不得不住院仔细检查，医生给她做了脑部 MRI， 一扫描才发现她脑子里竟然藏着一颗小肿瘤。由于拖延了几个月，原本可以早期处理的小肿瘤长大了，治疗起来也棘手许多。这个案例提醒我们，每种检查都有局限性，不能图省事就选了不恰当的检查。同样地，有时候不是病人怕 CT， 而是反过来坚持要做核磁共振，觉得它更高级又没有辐射，但选择不当也可能耽误病情。举例来说，急性中风的患者需要分秒必争的确定脑内有无出血，此时快速做一个头部 CT， 几分钟就能搞定，马上知道结果。而核磁共振虽然图像精细，却需要较长时间准备和扫描。如果病人坚持等 MRI， 可能错过宝贵的黄金治疗时间。再比如严重车祸外伤，医生往往首选 CT 来快速扫描全身，因为 CT 又快又能清楚显示骨骼骨折及内出血情况。如果此时硬要等核磁共振，反而可能延误救命的时机。从应用角度说， CT 和 MRI 各有擅长领域。 CT 对骨骼和含气脏器如肺部、鼻窦等成像效果好，能敏锐地发现骨折、肺炎、肺部结节、脑出血等问题。 CT 扫描速度极快，适合在急诊中用于大范围的快速检查和肿瘤分期等。 MRI 则擅长显示软组织的细微差别，例如大脑和脊髓结构、关节软骨和韧带等。对于脑部的微小病灶、椎间盘突出、
十字韧带撕裂等问题， MRI 提供的细节远比 CT 清晰。另外，比如诊断心脏冠状动脉狭窄， CT 造影能清楚显示心脏血管的狭窄情况，但由于有辐射不宜频繁做，核磁共振虽无辐射，却因心脏不断跳动，对冠状动脉的显示不如 CT 清晰。此外，对于需要频繁多次成像追踪的情况，尤其是儿童或年轻患者，医生也会尽量选择没有辐射的核磁共振或超声波。例如一些需要定期观察的大脑病灶，就适合用 MRI 反复检查，以免累积辐射剂量。反之，某些无法耐受密闭空间的患者，或者体内有心率调节器等金属植入物的人，则无法使用核磁共振，只能选择 CT 或其他替代方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CT 和 RI 的成本和可及性也不同。一般而言， CT 检查费用相对较低，检查速度又快，因此许多医院都配备 CT， 病人安排起来比较容易。 MRI 设备则昂贵且维护成本高，一台 MRI 仪器的价格往往是 CT 的数倍以上，因此并非所有医院都配备 MRI。 此外， MRI 每检查一位患者需要较长时间，排程满，等待时间也更长，有时候病人得排队等上好几天甚至几周才能做上 MRI。 这些现实因素也会影响检查方式的选择。例如，在一些紧急情况或资源有限的环境下，医生可能更倾向使用 CT 来尽快取得诊断资讯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好奇，做 CT 和做 MRI 是什么样的体验？两者的体验其实大不相同。CT 检查通常是让病人平躺在一张移动检查床上，床会快速送入一个大圆环状的扫描孔，就像穿过一个大甜甜圈。机器运转时，患者通常需要屏住呼吸几秒钟，但整个过程非常快，通常几十秒钟就完成扫描。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 CT 就已经做完了。 MRI 则是另一种感受。做核磁共振时，病人需要平躺在狭长的检查床上，被缓缓送入一个桶状的强磁体中。这个磁体内部空间狭窄，而且检查时间较长，往往需要十几分钟到数十分钟。检查过程中，机器会发出阵阵巨大的敲击声和轰鸣声，音量之高足以让人吓一跳。那声音磅礴工地钻地机或高速列车从耳边驶过。为此，进入 MRI 扫描前，医护人员通常会给病人戴上耳塞或耳机，播放音乐，以减轻噪音的不适。一些对密闭空间敏感的人在 MRI 筒内可能感到焦虑，甚至出现幽闭恐惧。对此，医生有时会在检查前给予镇静药，或者安排相对开放的磁共振设备来减轻恐惧。更重要的是，进入 MRI 检查室前，务必要除去身上所有金属物品，因为 MRI 的磁场非常强，通常 1.5 特斯拉到3特斯拉，约为地球磁场的几万倍。一枚小小的硬币、发夹甚至一支原子笔如果遗留在身上，都可能被磁力瞬间吸向机器，造成危险。曾有新闻报道，有人在 MRI 检查时，因金属氧气瓶被吸入磁体，导致严重事故。所以，虽然核磁共振没有辐射，但安全规范上也一点不能大意。不过也有人担心，如此强的磁场对人体有害吗？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医学 MRI 使用的 1.5 到3特斯拉强磁场对人体组织有任何长期损伤。磁场主要会对金属物体产生强大作用力，所以才要求检查时除去身上的金属。但人体本身不是铁做的，不会被磁铁吸住或磁化坏掉。MRI 在全球已经使用了几十年，它的安全性经过无数案例验证，大家不必过度忧心磁场本身的影响。另外，还有2种常见的影像检查也经常被提及，也就是超声波和 X 光。超声波也就是 B 超，利用高频声波成像，对人体完全没有辐射伤害，因此孕妇、婴儿等都能放心使用。它的缺点是穿透能力有限，遇到骨骼阻挡或含气体的器官，比如肠道，就难以看清，需要靠其他检查来补充。至于普通 X 光射片，虽然涉及电离辐射，但剂量非常低，如前文所述，拍一次胸片的辐射量微乎其微。在选择检查时，医生通常会综合考虑成像清晰度、穿透力、速度和安全等因素。
每种技术都有适合的范围，也都有盲区，往往需要互相配合才能全面了解患者的状况。提到辐射，不少准妈妈会担心，怀孕期间能做影像检查吗？一般来说，出于对胎儿的谨慎考量，孕妇应避免接受电离辐射，所以 X 光和 CT 在孕期非必要不会安排，尤其怀孕初期胚胎发育的关键阶段，医生能不用就尽量不用这类检查。如果必须评估孕妇的某些严重病变，医生也会选择辐射较少的方案，例如改用超声或核磁共振。MRI 没有电离辐射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一般也建议避开怀孕头3个月，必要时在中后期慎重使用。总之，孕期如果需要做影像检查，一定要事先告知医生怀孕周数，让专业医生来评估哪种方式对孕妇和胎儿最安全合适。有人形象地将 CT 和 MRI 比喻为2种战将， CT 像一位手持利刃的猛将，利用 X 光之剑可以迅速击破身体迷雾，找到病灶，但这柄利剑在挥舞时也带来了一点杀伤，也就是辐射。MRI 则更像一位睿智的法师，施展磁场与电波的魔法，耐心地探索着组织的奥秘，没有直接伤害，但施法过程比较缓慢。医生就像指挥官，需要根据战场情况灵活调度这2位战将，有时需要 CT 的快速出击，有时适合 MRI 的精细侦查，两者配合才能战胜疾病这个敌人。最后，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CT 与 MRI 的主要区别。原理不同， CT 利用 X 射线多角度扫描成像，相当于将多张不同角度的 X 光片重建成人体的横切面图像。MRI 则利用强磁场和射频脉冲，探测体内氢原子核共振信号来成像。辐射情况， CT 使用电离辐射 X 光，对人体有一定的辐射剂量， MRI 没有电离辐射，在这方面对人体无直接伤害。检查速度， CT 扫描非常快，几秒到几分钟即可完成， MRI 扫描耗时较长，一般需要10几分钟乃至更久才能结束。成像优势， CT 更适合显示骨骼、肺部、含气脏器和急性出血等高密度与低密度差异明显的结构，比如骨折、肺部结节、脑出血，在 CT 图像上清晰可见，常用于外伤评估和全身筛查。 MRI 则在脑部、脊髓、关节软组织等软组织领域更具优势，能发现 CT 不易察觉的微小病灶。副作用与禁忌， CT 的潜在风险主要是累积辐射，因此孕妇和幼儿需谨慎使用。 MRI 则要注意，无法使用于有心率调节器等金属植入的患者，且幽闭恐惧症患者可能无法耐受密闭的检查环境。使用成本， CT 设备较普及，检查费用相对低廉， MRI 设备昂贵，检查费用也更高，且机器检查时段较为有限。选择原则，一定要根据医嘱和病情需要选择适当的检查，能用无辐射手段确诊的，就尽量使用无辐射的工具，需要更精细资讯的，就选择 MRI， 需要快速筛查的，就使用 CT。 切勿自行臆测，应相信专业医生的意见。我们常说对症下药，其实对症检查同样重要。 CT 和 MRI 只是医生诊断疾病的工具，没有绝对的孰优孰劣，只有适不适合。以往大多数人对他们的认识都有偏差，希望透过今天深入的探讨，大家对两者的差别和用途已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。以后在面对检查时，不要一听到辐射就谈 CT 色变，也不要盲目迷信 MRI 最好。最重要的是根据具体情况，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恰当的检查手段，才能又快又准地揪出疾病，避免小病拖成大病，甚至拖成癌症。掌握正确的知识，才能做出对健康最有利的选择。